接着就到会账局去调查这块地皮4指的地图。会账局中人对丁翁很是恭敬。经过3天，会同了几个人到那块地皮的4指定了4根木桩，于是再做申请盗契的手续。那时上海道已经取消了，只有上海的道台衙门还设在大东门巡道街，里面有一个华阳交涉使的办公室，公文由上海的县知事盖过印，再由静安寺路成都口华阳交涉署发出，手续快得很，不出1个月，并没有花费额外费用，所谓盗契就做好了。于是由保长约定到应租界穆安素大律师公馆签字。那4个兄弟到穆安素写字楼来签约的时候，随带子侄10多人，个个赤脚，挑了几个旧衣服担子，挤满了整个会客室。我看了觉得很不雅观。在签约时，那4个兄弟表示庄票支票不收，一定要收现银，因为他们只相信银元，其他都不接受。所以付款时便向福康钱庄商量，把现款送到律师楼来。因为我和福康相当熟，他们也同意，有几个老司务推了一辆老虎车把银元送来。穆安素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，待到收清了银元再签字。4个兄弟慢条斯理地分配好，交给等在会客室中的一群子侄。他们拿到了就放在旧衣服担子里，银元放在担子底下，上面盖着旧衣服作为遮盖。这些子侄高高兴兴挑了担子扬长而去，足见他们对银元的重视，庄票支票都有所不及。盗契手续办妥之后，我和丁翁说，这块地皮将来建筑费用浩大，我哪有资格造房子自住？丁翁说，买地皮是作为置业，不一定要动工兴建房屋，搁置几年再讲，必然会涨价的。我初次拥有一些产业，欣欣自得，有时到沪西出诊，常到那块地皮上去徘徊一下，心里觉得有无限的快乐。也曾陪着母亲去盘桓些时，他老人家心里也感到有说不出的愉快。一次，我的四父由安徽盱眙关归来，我又陪他去巡视一下。老人家很相信风水，他看了这块地皮，赞不绝口说，这块地皮正在青龙头上，尤其是旁边有条小河，源远流长，大吉大利。我真佩服丁老先生眼光好。你要知道，朋友及师长是每一个人的无穷的财富，你应该好好的报答他。但是你还年轻，断断不可以张扬开来，要记得小舟不可以重载，张大了棚遇到狂风就会抵挡不住的。因为那时节上海绑票风气极盛，所以他老人家这几句话真是近世良言。我买了地皮之后10口不提。四父又对我说，我在盱眙关当会办，月薪300元，整理税收，所获比前任加多6、7倍。财政部长下令嘉奖之外，还要升我做安徽蚌埠税局监督，看来月薪会提高到600元。我想想我家破产之后，认为前途茫茫，料不到子侄们受了10多年的艰苦，个个都很争气。现在你的堂兄7哥哥名陈红，号舒云，在财政部红极一时，新近被委任为航空奖券发行处处长，这是暂时职务，不久会升为检任职，前途未可限量。还有柏陶直现任沪宁、沪杭2路总工程师。我现在想想，幸亏那时绸缎铺关了门，否则你们这般弟兄不会自己奋斗，最多是做一个绸缎店老板而已。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，也感愧不已。左边青龙，右面白虎，接着他忽然讲出，这块地皮上的一条小河，河东是一块吉地，河西是一块兄弟，
从前传说河西地上几个坟墓曾有僵尸出现，幸亏那位新买主买的是河东的一块，这是站在青龙头，将来是大吉大利的。要是买了河西的一块白虎地，那么风水就大不相同了。四夫很欢喜看有关风水堪舆的书，听了他的话，就走到那条小河边上踏看好久。四夫说，就现状来说，还看不出什么区别，最好你有暇约丁老先生再来看一下。不久，我就恳请丁翁再到那里去看一看。丁翁说，不必去，我早已知道，你这块地方方整整，好得很，和那边的一块就差得远了。隔了3年，愚园路地价飞涨，有一位颜料商谢小初及后来当选上海2小姐的谢家华之父，调查到这块地皮的业主是我，就派人来和我商量说，这块地皮的价目前值22000元，谢先生肯出26000元向你购买，不知道你肯不肯让给他。我当时心中就动摇起来，我说，让我考虑考虑，再给你答复。我和丁翁商量，他说，从短线来看实在可以卖出，但是从长线来看，愚园路的地价还会再上涨的。不料谢小初一连3次妖艳，大有非买不可之势。末一次我说错一句话，说如果你添到3万元，我就卖给你。谢小初毫不考虑，立刻和我握手说，拉拉手，一言为定。而且当时就取了一张3000元面额的庄票作为定银。几天之后，又到穆安素大律师处办了手续。丁翁说，照短线而论，你做得很对，卖掉也就算了，以后的涨跌，你从此不要放在心上。时隔多年，地价果然涨得很快，某年涨到10万，后来更是涨得惊人。但是我服应丁翁之教，讲求心理卫生，置若罔闻。